背对策略啊。这个背对策略其实细说起来呢，它也不是说所有的行情都适用啊，它只是可以说是对大部分的投资者都适用，但是它不是说所有的行情都适用。在什么样的行情下它就不适用了呢？在就是上涨趋势比较明确的时候啊，这种行情就不太适用了啊。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啊，我们把这个策略先了解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到实盘里面去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背对策略它的效果是如何呢？是叫持有美股如何巧用期权对冲风险和增扣收益啊。大家发现没有啊？这是它的这个效果啊，是你要先持有股票啊，先持有股票。你的股票你可以是持有了1个月的，也可以持有了1年的，也可以持有。如果你是持有了1天的，我的建议是你不要去做背对策略啊，你一定是要中长期持有这个股票，或者说你对这个股票比较熟悉的啊，你用去背对策略啊。尤其是你对它的走势特别熟悉，你觉得最近这一段时间它可能要见顶回升、见顶回落了，我这个建议呢就建议你去背对策略啊。但是你又不想卖股票的情况下啊，背对开仓的核心逻辑啊，第一个是你持有正股，然后你的正股不想卖啊，大家要记住啊，你持有正股不想卖。第二个，你认为正股可能要这个见顶回升了，或者说涨幅变慢了啊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你的正股要大于100股啊，这是3个条件，缺一不可啊，缺一不可。这就是3个条件啊。你做背对策略就必须要满足这3个条件，否则的话就做这个背对策略就没有意义啊。大家再记一下啊，背对策略的满足的条件是什么啊？3个啊，我给大家总结了3个。第一个，你是持有了正股，然后你这个正股是短期内你不想卖啊，或者说你现在也不想卖，明天不卖，后天也不卖，下周也不卖啊，这种感觉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你判断这个股票接下来它的涨速会变慢啊，比如说你你接下来认为它1个月涨幅不超过5%的情况下啊，这种都可以，它只要涨幅不超过5%，然后至于它是慢慢上涨呢，还是横盘震荡呢，还是下跌，你都可以去做背对啊。只要你不卖这个股票的情况下，它都可以做背对。背对策略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？你的正股可以作为你的保证金，你不用额外的掏钱了，啊。第三个，你的正股持股的股数要大于100股，因为我们100股对应的美股的期权是1张啊，1张，所以这满足这3个条件啊，这是背对策略啊。那背对策略怎么去做啊？我们用富途牛牛举个例子啊，持有美股如何巧用期权对冲风险或和增扣收益啊。用富途牛牛背对开仓前提，以持有100股的整数倍，比如说你持有比如说我们的实战班的学员啊，他持有谷歌，然后他的成本价呢是多少呢？是200，他已经持有了很久了，然后他觉得谷歌最近的涨幅涨势有点变慢了，想去做这个背对策略，但是呢，他跟我讲他现在只有20股，那我的建议就是他做不了啊。但是他如果是比如说200股、2000股，然后他的成本价还是200-300左右的，他也不想卖股票的，我的建议是完全建议他这个时候去做一半股票，就是他如果是2000股的话，他可以做1000股的这个背对策略啊。这个背对策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做啊。先大家大概的浏览一下，打开 APP 先找到你那个股票，然后再找到那个股票的期权啊对应的，然后合约选择到期日选1周到30天的啊，然后选合约点卖出开仓啊，输入合约张数啊，成交在期权市场里面看到啊，我们看，然后呢，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啊，背对策略怎么做。你比如说你现在是你在本周一的时候，本周一是什么时候？5月25号，你觉得这个谷歌的这个股价可能就进入了那种滞涨的时候啊，就是你也不知道后面它是涨还是跌，但是你知道它现在涨速没那么快了的情况下，你就可以直接去做这个背对策略了。你在5月29日你就选个这个410的啊去卖，就比如说在5月25日去选个这个价格去卖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那个时候它是多少钱？5月25号，5月25日的话，1月25日美股不开盘啊。26日0.37啊，就价格比较低了。那我们这个时候一般建议是去卖，每周5到期的，那5月29号的，假设你卖了之后，你把它平仓了之后，你就去卖6月5号的啊，6月5号的，我们还看一下啊，这个410的啊，410的，你怎么做啊？它昨天最高是2块3毛2啊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在5月26号啊，5月26号的时候它的价格是多少来着？5月26号的价格是1块3毛7，最高是1块8，昨天的价格是2块，你就在它的日内均价的这个位置啊，大概是1块9左右啊，去卖它，这个扣码就是卖它，你卖1张就对应的你锁定了100股的这个谷歌的股票，卖10张就锁定了1000股啊。假设你有2000股的话，你这个地方你是可以至少做一半的背对的，你去卖个10张，假设10张的话就是1块9一张，1块9的话乘数是100，就是1900啊，就是190一张，然后10张就是1900块钱啊，1900块钱。知道吧？然后呢，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操作方式。等这个标的就是这个谷歌的2026年的6月5号的410的扣跌破了1块的时候，你不是2块钱左右开仓的吗？跌破了1块的时候，意味着你一张赚了1块钱，你就把它买平，叫买平。你那个卖方叫卖开啊，平仓叫买平啊，买平。
1块钱买平，你就赚了10张就赚了1000块啊，1000块一张赚100块嘛，那10张赚1000块。然后呢，你就去找下一周到期的，下一周到期的什么6月12号的啊，你再去找它的，就是等那个6月5号的跌破了1块的时候，你把它平仓，然后同时去开一个6月12号的啊，这个410的扣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时候410的扣，它有3块多，对吧？它昨天的最高价还有4块5毛5，你这个时候也去开仓它，等这个合约又跌破那个1块钱的时候，因为假设你是3块钱开的啊，又跌破1块钱的时候，你不是一张赚了2块钱吗？对吧？一张赚了2块，那我们就算每一周的合约你都能赚到1块钱，然后大家算一下，一个月有几周？有4周，对吧？那你每一周赚那个一周一张赚100块，10张赚1000块，那4周的话赚4000块啊！你1000股的股票4周就可以就是无风险的赚到4000块。那一年的话，我们美股是有多少个交易周来着？一年52周，我就算有40个周啊，应该不止吧？应该假设有40个周，一年能够赚多少钱？大家可以算一下，可以赚那个16万啊，可以赚16万块钱，就是在你的股价没动的情况下，只要它没有超过408。你就可以赚16万块钱，啊！我们这个是我给大家做的一个计算，我们用人工智能去测算一下啊，这个谷歌它如果去做这个叫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哪段行情它不太适合做，哪段行情可以做啊？大概是我们看周线啊，可以看到啊，在这一段时间啊，就是2025年的6月23号这一周到2025年的11月24号这一周，它的上涨是不是很强？趋势很强，对不对？这一周这些是不太适合用背对策略的。但是从25年的12月份那一周开始，一直到26年的4月份，都可以去做这个背对策略啊，都可以去做这个背对策略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背对策略当时我们选择的股票标的，我们可以选哪个价格啊？选330啊，选330啊，或者选更高的350。我们来测算一下啊，它能够获得多高的收益啊？可以获得多高的收益？我们直接用人工智能来看啊，来测算啊。谷歌 A 持股1000股啊，成本是这个，我们是假设你的成本价是在哪里买的啊？在这个位置啊，2026年的6月23号那一周，大概的开盘价是165，最低价是161，收盘价是178。那假设你是取了一个中间价啊，你的成本是170，好吧？170，假设成本是170啊，成本170啊，从这个2025年12月1日。开始全部做背对策略，用隔周到期啊，用当周到期的那个哪个合约啊？我们可以选一下哪个合约，大家这里也可以给我选一下哪个合约，12月1号啊，这里面的最高价是348，这是走出来了，没走，但是我们这里面可以给大家留个余量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最高价是328，是不是？328。那我们之前它的最高价408，所以我们留的余量是410嘛。那其实你可以留更多的余量啊，你可以留个，比如说450，对吧？那我们这个地方328的话，我们选个350，对吧？那就卖固定的啊，卖固定的350的，用当周到期的350到期的行权价350的扣做背对，啊，然后我们说在它的明显上涨的时候不太适合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什么时候就应该停止？在什么时候？其实我们在4月6号这一周就要停止，因为什么呢？3月30号这一周它有一个见底回升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它这一周它是真的见底回升呢，还是下跌中继，对吧？但是在4月6号我们就知道了啊。其实你在4月13号那一周你去做这个都来得及的，包括4月20号这一周啊也来得及，但是哪一周你可能就要亏钱了，就是也不是说亏钱啊，就4月27号这一周就不适合做背对了。所以说我们可以完全在4月6号这一周停止啊，我们就选择4月11号啊，4月11号停止啊，到2025年的4月11号停止，截止到2026年4月
为什么4月11日啊？4月11日是4月6日那一周的这个到期日啊，4月6日那一周啊到期日，因为接下来是4月10日，应该4月10日是周五啊，接着到4月10日，该策略收益多少啊？合计是多少啊？这个策略大家可以就是说用，像我为什么能够把这些都能够列出来？首先，它满足3个条件：第一个，你持有正股；第二个，你不想卖掉这个股票；第三个，这个你持有的股数超过100，对吧？是不是？这是3个嘛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持有的，你认为这个股票接下来可能要进入了一个震荡行情啊，就是它涨速变慢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从2025年的12月1日到26年的4月10日，大概是一个季度多一个月啊，但4个月的时间啊。用当周到期的行权价350的扣啊做背对，截止到2026年4月10日，该策略合计收益是多少啊？这跟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是很像的，就是我现在也判断这个谷歌它滞涨了啊，它的上涨的速率变慢了。那我用每周到期的，假设是420的啊，420的合约，我们来看一下420的。那5月29日是不是这周到期的？那我们看一下420的有没有这个合约，它的成交量如何？420的这个合约成交量还可以啊，420的你可以去卖它。然后这个你把它平仓掉，也一样的，跟我刚刚说的这个方案一样啊。假设5月29日这个合约它跌破了1块钱的时候，你就把它平仓，然后你继续卖6月5号的啊420的。但你看6月25号的这个420的已经低于这个1块了啊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6月12号的啊，它还高于1块钱，对不对？它留给我们的安全余量更高啊，所以你卖的越低，你的收益就会越高啊。背对策略就是这样的啊，一般我们的建议背对策略是怎么做？就是你卖你的股价的目前的股价往上10%的这个地方啊。那比如说谷歌目前的股价昨天的收盘的价格是多少？是388.83，对吧？那它的10%等于多少？我们来算一下，388.83乘以1.1，427啊，就是在10%这个位置是非常安全的，尤其是我们的这些巨头啊。所以说我们选420也合理啊，也合理。那408呢，是因为我们的止损很容易，就是如果它涨到408的话，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些合约就背对策略就给它撤了就行了啊。408的那个就是你卖410的，它有个什么好处？就只要它突破了它的历史最高价，你把就这个背对策略你就把它撤了，它只要没突破这个历史最高价，你这个背对策略就一直做下去啊，也可以啊。所以我还是建议用那个历史最高价附近的那个合约啊，就410的这个合约去做这个背对啊。现在人工智能应该把它计算出来了啊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收益。这个是精准的啊，这个而且是精确的。标的谷歌 A 1000股，成本170啊，从2025年的12月1日开始啊，350的扣啊，对应大家可以看到，对应的张数就是10张，对吧？然后截止到2026年的4月10日，含当中嘛，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股票的上涨涨了多少？是317减那个280左右啊，那个股票大概是占了37到40啊。然后全程没赚上350，所以所有的350的后全部作废，你的这个背对策略全部赚到钱了，每一周都能赚到钱啊！只占权利金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占权利金，合计是18周啊，总共是18周啊。然后呢，这个350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是多少钱？它是取的保守均值，2块2一张每周啊，市场实际回撤是这样的，那就10周10张乘以2块2乘以100股每张，就是每一周你都可以赚到2200啊，2200。那18周呢，你可以赚到39600啊。然后呢，你的股票浮盈是多少呢？是147000，因为你成本是170嘛啊，股票浮盈是147000，然后期权盈利是39000，总共的收益是多少？186800，我们可以算一下，如果你持有股票的话，170持有到317，你赚了多少？100%不到吧，对不对？170到300，因为它到4月6号那一天，4月10号那一天的收盘是317嘛，我们可以算一下啊，170乘以1.08，大概是1.07，1.82啊，大概就是你赚了87%啊，大家可以算一下我刚刚算的啊，就是股票呢你赚了87%，但是呢如果你加了背对策略的话，你的收益多了22%，收益多了22%啊！如果你按年化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年化收益能够达到305%啊，305。结论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不是比你单纯的持有正股效果好得多？我们再举个例子，假设谷歌啊，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，它目前是2026年的5月28日到明年的2027年的5月28日，它的股价始终没有突破它的最高价。
然后假设也没有暴跌啊，也没有暴跌，就跌到350啊，就跌到350，然后你每一周就卖它那个410的这个扣，大家算一下能赚多少钱？我们就按那个人工智能这个来算啊，从2025年到5月28日到2027年啊，所以我们的这些策略啊，都是能够给大家能够验证的啊。2026年的5月28日到2027年的5月31日啊，美股有多少个交易周啊？有多少个交易周啊？这里面我们直接给大家算出来，提前算出来啊。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，大家就知道了啊，有53个交易周啊，有53个交易周，我们把它给取整数有50个交易周啊，我们假设有50个交易周，然后有50个交易周的情况下，我们不是判断这个谷歌在未来的1年里面，它的最高价不超过410吗？408对吧？然后那个最低价也不会低于那个350嘛，那你的成本价是170的话，其实还能赚钱。但是如果的股价你在这个地方卖的话，你可能赚的更多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因为你认为它未来会涨到500、600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还是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用背对策略，大家发现没有啊？我们来算一下，就是你每一周你就能够赚2块2啊，我们就按刚刚那个算嘛，每一周赚2块2，然后是50个周，一年是50个周，2块2乘以100股，这里就是220乘以10张是2200，就每一周赚2200，50周的话就大概可以赚多少？大家算一下啊，11万啊，可以赚11万块钱，就是你用背对策略可以赚11万块钱，但是你的正股呢，1000股。你从现在的380跌到了350，大概是亏了38块钱一股，1000股的话就是亏了3万8啊，1000股亏了3万8，但是你的背对策略给你赚了11万块钱出来了。你持有正股不动，你用背对策略的话，你还是赚钱的。但是如果你持有正股不动的话，你不用背对策略，你实实在在是亏了3万多块钱的啊，亏了3万多块钱的。所以这就是背对策略的一个效果啊。然后包括我上次跟大家测算了啊，这个英伟达的背对策略它的效果如何，对吧？这个里面我也给大家看一下。英伟达的策略正股啊，我们看一下英伟达的背对策略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英伟达，我们当时测算了一下，英伟达的策略从2024年到2026年的5月啊，每周卖出近3个月，我们当时设定的是每周近3个月最高价的扣，总收益能够达到237.98啊，比你单纯的持有个股的收益要高得多啊，年化收益达到153.74%。如果你单纯的持有正股的话，那个收益肯定是达不到这么高的啊，达不到这么高的。所以这就是那个背对策略的效果啊，背对策略的效果啊。那今天刚刚把背对策略详细的跟大家讲了一下，也解释一下怎么样去做，它的逻辑和原理是什么啊？因为我觉得这个策略是对于80%、90%的投资者是管用的，因为你大部分的美股投资者是有股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重点讲这个。